男嘉宾小张32岁，来自河南个体；女嘉宾小王28岁，来自河南个体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河南人是吗？对。先用家乡话跟你们的老乡们打个招呼吧。老乡们，大家好。结婚多少年啊？结婚有7年了。做什么工作的两位？我们也是做化妆品的。在哪儿做呀？天津。咋啦？我就觉得结婚7年以来，我对这个家付出这么多啊。说白了，就不说做牛做马，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但是他从来没有尊重过我。刚才小片里说孩子也带走了。是的，因为我们两个嘛，当时结婚的时候也属于闪婚。他家里面当时条件并不好，然后在哪儿认识的呀？就在老家河南周口。然后生下我们闺女之后7个月的时候，当时咱们家里面条件特别不好，然后我就出去打工了。孩子7个月的时候我就断奶了，所以我出去的时候，当时特别不舍，因为孩子7个月之前一直是我带的。然后在孩子3岁吧，我们就到天津跟着他一起做生意了，才把孩子接回去的。这等于从孩子7个月到3岁期间，你们就在外面在奋斗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接到天津之后，现在你说孩子刚6岁，他又自作主张把孩子送回老家去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说孩子上不了学。其实你说我们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都告诉他了，需要提前办手续才能上小学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从来没有过，他提前没有办手续，肯定上不了呀。我说那你就找一个私立的小学，对不对？他就不舍得钱。现在回到家里面看到孩子的所有的东西，我就特别想孩子，根本就待不下去，所以我就想回老家嘛。但是他就是不同意呀。本来你说这个生意就是我俩就是各有分工啊，他走了就没法继续运行了就。哦，没事，你回来到郑州，跟他们那个老总说一下，你代理易贝师得了。是呀，我就说嘛，可以回老家干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这个样子，永远就是只想着自己。还有就是，我就觉得他把女儿送回家就是有私心的。他们家一直就想要一个2胎，本身我闺女就不跟他亲，现在又把孩子就给送回老家了。孩子心里面落差得有多大呀？特别是女孩，心里也特别的敏感。然后他们家就一直催着让生2胎，就让生男孩，还必须得是男孩。生2胎跟孩子回家就没有直接关系，他自己这么想的。你说生2胎，你说确实我也想就是生2胎嘛，毕竟孩子也有6、7岁了，这样。生2胎嘛，你们家是必须要生男孩，不生男孩不罢休，好不好？那生男孩，家庭你必须得有一个男孩嘛。再说我又是长子长孙的，是吧？我一脉单传，你说不能说是整的，就是我爸妈也比较传统一点，你不能说啊没个男孩是吧？就这个情况，就没有多大的事儿。前面那老乡笑的嘴都合不拢了啊，是这样吗？他们家就特别的传统，就这种的，而且我就觉得他这个人真是特别的自私。给孩子嘛你不舍得，但是他给他自己特别的舍得。你说你买一个表呗，他买个1万多的表，本身我们干这个生意是不是要有一个送货的车就够了？他非要买一辆私家车，我说可以，你买一辆私家车买个10万左右的不就可以了吗？对不对？他的好一下买个30万的，而且你说我跟朋友一块去商场，你说哪个女性朋友？人家没有几个名牌的香水什么的，对不对？这很正常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从来没有过。当时还趁着促销打折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香水和口红。你说买都买回家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什么大发雷霆，就说我败家。那打完折他也不便宜啊，他你说这个这香水，你说这喷2下就没了，你买那么贵有意义吗？对不对？不是，那你挣那么多钱打算给谁花呀？我不想着以后就说买房，这个孩子以后。我让他买房了呀！你说刚开始上天津为了孩子上学的事让他买房，他就一直不买啊。那时候不没有钱吗？你说哪有什么钱？你把孩子送回老家了，你会想吗？我也会啊，那我肯定会想孩子呀，但是我没有他表现的这么夸，这我感觉就是女人怎么那么矫情呢？你心里不舒服吧？啊，他家里人对你们这事儿怎么看呀？我女儿回家的时候是她爸爸带着一起回去的，然后她妈妈就留在这儿了。啊，她妈妈一直是跟我们一起住的。其实你说跟婆婆一起生活。是的啊，你说本身我们公公婆婆一直在天津跟我们一起生活的。然后我公公婆婆就是所有的开销什么的都是我们给他们支付的。我俩结婚7年了哈，从来没给我爸妈过1分钱。去年的时候我爸妈。
感觉就是他平常忙一点，但是很多重大的这个决策不都也是我在做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虽然心里很委屈啊，咱们听了那么多的委屈，这男人你觉得咋样啊？其实吧，你要说他不好吧，APP 丘比特问卷。要不要孩子以及家庭当中面临着各种问题，我们最先要解决的是妻子委屈的问题。女儿异地了，事事不顺心，一定要在爸爸妈妈身边，这个绝对不一样。老人可以帮着你们搭把手，但是如果把孩子彻底放回老家，他就成为一个留守儿童了。现在社会上很多的新闻是关于留守儿童的问题，我相信你随便上网去查一查，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所以，如果你要是真的爱这个女儿，当然您是她的父亲，一定会是真的爱这个女儿，不希望女儿未来发生种种样的青春期的问题的话，现在就趁早赶快把女儿接到身边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心思又敏感。其次要说的一点呢，就是关于这个男孩女孩的问题。现在这个社会来说，生男生女我们虽然说都一样，但在心底肯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。但是我给您举一个实例啊，我爸爸也是一个比较大男子主义的，因为他是牧民的孩子，他又是长子长孙，他也一直希望有一个儿子，但是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孩子。就在前段时间我爸爸生病了，在整个的治疗期间，我爸就说了一句话，说我这辈子唯一不遗憾的就是我有一个女儿，因为女儿的心细是男孩比不了的，有很多的时候女儿能想到的东西儿子想不到。哎，这个时候是不是爸爸渴了饿了，还是他这个时候是不是疼啊或者怎么样，他会一直在你身边不停地给你所有的温暖，然后那个时候你才会感受到有女儿的重要性。所以你现在不要说一定要坚持要一个儿子，要一个儿子。你这样说，如果有一天让女儿知道，你想想女儿是有多么的伤心啊！她会觉得我难道在爸爸心中没有位置吗？她就这么想要一个弟弟来取代我的位置。而且再换言之，你想一想，女儿长大之后也要嫁人的。如果女儿嫁人之后，过的日子是跟您妻子现在过的日子一样，每天在委屈当中度过，每天以泪洗面，你心疼吗？心疼。所以呀，他也有爸爸妈妈，也会心疼他啊。将心比心，你觉得他对你的妈妈不好，一件泳衣妈妈穿完之后他就扔在垃圾桶里了，那你对他的妈妈又如何呢？对不对？虽然说病不是大病，但是尽孝道的心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做什么事儿的时候，应该换位思考，相互多理解对方。接下来想跟妻子聊两句，也是一样的话，将心比心。你希望对自己的妈妈好，婆婆是她的妈妈。如果你能把心胸放大，你不要那么斤斤计较，我相信她也会对你妈妈是一样的。这个就是一个相互的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山大老师。我总结了一下你的特点：本事不大，脾气挺大。别人的事儿都不是事儿，就你的事儿是事儿。我觉得通过老师对我的批评和指正，我也认识到了我可能有生活上对你照顾不到。但是你想一下，咱们毕竟都这么多年了，都7年了，你说咱们俩在一起，从什么也没有到现在，也不能说过得都不快乐，我们生活也慢慢的都好起来了。你想想，我们那时候一天就为了跑更多的客户，一天只吃1顿饭。媳妇儿，我一定会改的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挺动情的一段话，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谢谢你们。来吧，看结果吧，请开门。特殊的朋友来给他们送礼物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河南一听美化妆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德义，来，有请姚总，有请。请，给他们
来，姚总，有什么话送给他们吗？我来自河南一体美化妆品公司的，我姓姚德义。祝我们这个2个老乡吧，接下来的生活幸福美满。就像我们140的安瓶一样，无任何杂质，天然健康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我拦您一句啊，因为还有一个心结没打开，吵吵闹闹说好就好了，现实问题得解决。我问一下啊，他们接我的时候说你们现在1年易贝诗这个产品也不少挣，你们还有这个公司还有其他的代理对吧？是。你不是想回来吗？结束节目之后，如果老乡想回来，能不能帮帮他们？可以，这个没问题。共同联手嘛。可以。这可以吗？可以。啊，如果你们夫妻最后，哎呦，看给老婆笑的，哎呀，如果你们最后商量定了，真的要回来陪着女儿成长，陪着发展，因为咱们经常会看到帖子上是这么说的，在家陪孩子，谁挣钱？挣了钱，谁又陪孩子？生活当中太多两难，我们就得想点招去解决。真商量好了，你们去找姚总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欢迎欢迎。谢谢姚总，请回啊。希望今天是个新开端。来，各位请见证。你以后在家里边不要这么大男子主义。其实我改，我肯定改。我以后就像老师说的一样，他给我指正的这些我都记住了，我一定慢慢改。我以后对咱妈也会好的。对，你应该的，应该要对咱妈好一点。又回去了。给你。来吧，送给你们。谢谢2位，请回。啊。